公元1498年5月的一天，在几近绝望中，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终于看到了登岸的陆地。他不敢确定前方是否真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印度次大陆。此刻，在不远的中国，明王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已经持续了128年。西方游记中描述的中世纪最繁华的东方大港，被紫禁城内的皇帝彻底放弃。所有的辉煌在变幻的风云中渐成传说。曾经闪耀过巨大光芒的一座城市，难道真的甘于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无，等下我安说哦，等下恁爹小某去哦，就渔船啊，渔船过啊，渔船过就是迄个交叉公路交叉的迄个路口嘛，600几份的快餐没来得到。几点关仔？无。这天，泉州天后宫管委会副主任黄泽民有点忙，有个600人的进香团要来天后宫祭拜，迎接程序、行进路线、人员对接都要他来安排。恁11点半，你加10分钟咯。哦，等下我电头做一个人带过去咯。伊这是要点那个讲我渔船过的迄条有无？哦，还没进来是吧？哦。那个黄会长来了吗？哎，有啊，在哪里？在这里呀。哦，在这里喽。哎，黄会长，来等一下，黄会长哦。对，那个我是天乐宫过来哦，这里面的。会使的，到时开得去啊。等开啊，开到你得去啊，开到你得去嘛。过来，行到一点，行到那照上一点。讲啊，叫你们到广沟去啊，叫你们到广沟去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有福建人的地方，就会有妈祖。作为妈祖信仰最早的官庙，来泉州天后宫进香参拜的民间团体不计其数。创办人黄伟进院长协同本次主办单位。我从台湾过来，我是台北人。哦，台湾台南，我台北市的。台北。屏东，台湾的屏东。我们的大甲妈祖绕境那是最有名的。传说中的妈祖是一位叫林默的女子，通晓天文气象，熟悉水性，经常帮助海域里遇险的渔舟和商船。与众多中国民间信仰一样，这位人间女性因其才智和品格，逐渐演化为拥有超能力的海神。妈祖成为天妃啊，是这个是就是在元代，这是泉州港海神崇拜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963的那个通远王啊，官方的祭祀啊是到那边去的。南宋一结束没几年呢，元朝廷呢就把这个海神呢封给天妃，封给妈祖了。以前这个外边就是大海嘛，所以那个一进来啊，那个经过那个护梅那个古渡啊，就是那个渡头啊，上来就一看到就是看到天后宫了。当年，
天后宫的门前就是停靠船舶的码头。从泉州港出发，妈祖被带上海船，沿航线漂泊到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最先靠岸的理所当然是义海之隔的台湾岛。在闽南人最先登陆台湾开埠的云林县北港镇，供奉妈祖的朝天宫已经是台湾妈祖信仰的龙头大庙了。每年的农历正月到3月23妈祖诞辰，这里整天都会有各种团体用最热闹也是最隆重的场面来祭拜妈祖。对于虔诚的信徒，向神灵焚香叩拜，是希望能够得到护佑和祝福。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妈祖则是闽南地区最正宗、最接地气的文化传统。神灵的出现，往往源于自然环境的恶劣与凶险。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面前，人类需要借助信仰来获得强大的内心力量。信仰越虔诚，行为越坚定，越有勇气走得更远，越有机会从风险中获得更多。在泉州古船博物馆里，和这艘南宋沉船一起展出的，还有这一种香料，被叫做龙涎香。龙涎香产自抹香鲸体内，是当年西亚一带大食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考古人员发现它时，还发现了其他非中国原产的香料种类。从沉船的地点和主要装载的货物来看，这艘船应该是从海外进口了香料，返回刺桐的途中发生了意外。在同型号、同时代的著名的南海1号沉船里，研究人员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沉船里装载的大宗货物主要是瓷器，其中有一种泉州德化出产的精致的粉盒。这个粉盒呢，在当时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它有可能是盛这个胭脂水粉的，也有可能是盛从西方运过来的香料的。在日本和东南亚发现了很多这种粉盒的碎片，反而是在国内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除了窑址以外，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发现，以它的产量来说还是算少的，说明它是大量出口的。2艘古代沉船，形象地证明南宋时期刺桐港存在着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大型商船往返于大海和港口之间，将海外的货品载入中国，将中国的特色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现代化港口和集装箱运输已是国际贸易符号的今天，这些800年前的浮船和人们做生意的方式，天然地带着人文气息和传奇色彩。船上人已作古，好在货品尚存，带领后人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作为南海1号的商船来讲，他们底下的货物摆放，这蛮有意思的。不但有大套小，节省运输空间的这种做法，同时呢，在运载的货物里面，它也是摆得满满当当的。船员也好，老板也好，也希望通过这些贸易的活动，能够赚取最大化的利润。北宋笔记体文献《平洲可谈》中有这样的描述：船舶深和宽各有数十丈，货物大多是陶瓷，大的套小的，码放得很紧凑，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空隙。商人分别占据各自的位置，每个人只有几尺见方来放置货物，夜晚就睡在自己的货物之上。但这段描述引发了后人的一个疑问：
根据更多史料的记载，由于海上航行时间过于漫长，当时大宗商品的海外贸易都是委托船主办理，商人不会耗费那么多时间跟船出行。那么，平洲客谈上描述的与货物睡在一起的商人又作何解释呢？而且根据记载分析，这些商人似乎实力平平，每人只有几尺方可以存放货物。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在不同目击者的笔下，南宋初年的刺桐港都有这样的情景：巨大的帆船不停地装卸着各地出产的货品，欧洲人、阿拉伯人、高丽人穿梭其间，足见海外贸易的繁盛。船舶远航需要大量水手船员，船员的薪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在一些招揽船员的告示上，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工钱，而是写着以仓代薪。以仓代薪的形式应该来说是泉州比较特别的一种经营方式。就是这个船主呢，他雇佣的这些船员啊、水手，他不付工资给他，但是呢，他在船上有划定了某一些船舱，让这一些随船的这些船员、水手去经营。船主专注于大宗商品，通常几桩大生意就可以换回高额利润。但除此之外，每次出海，船舱里总还是会空余少量的位置。寸仓寸金，这些仓位当然不能放过。以仓代薪成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应征的船员会尽最大的努力将这些仓位填满。没有足够实力的小商贩也获得了海外贸易的机会，有时来应聘的甚至就是商贩本人。泉州的经商模式，应该可以用灵活来说明、来定义它。像独资经营、合资经营，现在我很好理解了哈。那还有就委托经营，比如说我们那个有资本的这些商人，他不亲自到海外去做贸易，他可能把资本啊，委托这些海商去海外给他代购一些东西。不管是仓位租用还是合股代购，基于合作的股份出行，灵活多样的经营业态，极大地丰富了整个市场的贸易活动。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的泉州，全民皆为商人，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呢，纷纷下海，都投入了这样的一个规模壮大的对海外的贸易活动，包括宗教人士，他们的这一个教堂也有货站、和尚啊、导师啊，经商的还有妇女。宋元时期是泉州商人的黄金时代，他们拥有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国际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些海洋子民所具有的经商品质、创新精神以及合伙承担风险的能力，让刺桐港登临顶峰。尽管接下来的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经历了从波峰到谷底的命运反转，但鼎盛时代所形成的商业基因已经深深植入在了后世的血液中。I'm looking for this kind. Yeah, we also have Chinese canite. Yeah. So later, this one we can make some photo for you. Okay. Yeah. Okay. Here just some design. Later we can see the other place have a different design. Okay. Yeah. We can decide later, no, because I have to see the first product. Yeah, product. Yeah. So I like, then I'll go for it. There is no problem at all. 德化人郑鹏飞经营着一家瓷器生产厂，今天的采购商是位来自南亚的客户。
1992年，郑鹏飞下海经商的时候还不会一句英文，忙碌的生意也没法让他腾出时间重新学习。他的英文全部都是在商业贸易中硬磨出来的。So I think first we make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n we go to the lunch, yeah, and then we come back here to see everything. Okay. Yeah. Okay. Yeah. This for the Christmas item, no good for your market. We have more this cup in the other place. Yeah. 他有一些客人，他经常会来问我们说，你那边有没有其他客人在配合在运作，会不会冲突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也要考虑怎么样真正能跟我们互利共赢。这里像我有一个客人是黎巴嫩的，92、93年啊就开始认识，做到现在，他就跟我讲说以后你不要卖到黎巴嫩那个地方啦，那黎巴嫩只给我做啊。那我如果跟他签订了合同，说我只卖给你，那我绝对你再怎么样，但是我也不会再卖给别人，因为这个是个诚信啊。接下来，郑鹏飞还要和他的德国合作伙伴进行国际连线。Germany, you help me in Germany to see which item is good selling, yeah. Okay. And then we prepare schedule. Some item is good, how to good for our customer in Germany, yeah? Yeah, I will do that, that's no problem. For example, this is Frankfurt Christmas market. And all the booths selling Glühwein. So this would be a good chance. Yeah, I hope you in Germany, and then you can find some which one is good for marketing. Idea, good color, good design. Yeah. Right, correct. Yeah. This I would do. He's very open, very friendly, and he is very honorable. Some years ago, I saw him the first time, and he's very open-hearted. So he's always very, how do you say, gastfreundlich. It's to be his guest. He's very open. He offers everything. He shows everything, and he takes time for you. You feel always welcomed. And we stood in his house, and we were always welcomed. And this was a very warm area. 从南海1号古代沉船里的粉盒，到郑鹏飞为全球用户制造的现代瓷，800多年里，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商品始终没有离开世界的视线。实际上，商品不过是载体，真正传承千百年的，是在一个商业极为发达的时代培育出来的公平友善、诚实守信的商业精神。岛屿志列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只要露出他身上在泉州做过的那个纹身，所有的人都相信，你真的到过刺桐，你真的到过中国，那这个人马上就成为那个圈子里面呢最受尊重的人。刺桐城的繁荣从唐朝起步，经过2宋的发展，直到元朝达到顶峰。此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危机正一步步靠近。明朝这个海禁其实是开始于元末那时候，元末已经有4次海禁令，最主要的就是对付的就是当时就已经开始日本的海盗，就是倭寇，已经就开始这个侵扰中国的这个沿岸。那么这个海禁呢，应该说它主要的是一个是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安全再一个呢，它是为了就是要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所以呢，它就是私人海外贸易成为非法。公元14世纪中叶，日本封建诸侯互相攻伐，失败者就会来到中国沿海地区抢掠骚扰。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与海盗滋扰海岸，明朝皇帝下令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同时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刺桐港
迎来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但是，历史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着中国和世界的故事。刺桐岗沉寂了，但并没有被遗忘。有一个人调集了泉州资深的浮船工匠，打造远洋航行的船只，搜罗大批闽南熟练的水手同行出海。这个人叫郑和。因为郑和下西洋，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官方的国家的航海行为。那么我认为呢，从明朝的这个海外政策的这个转向来看啊，就是中国从一个农耕大国向这个海洋大国的一个强劲的态势啊，最终呢，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是标志。中国不是这个被动的西方东来，然后才把中国带入了全球化，而是中国最早主动地走向了世界，海外世界。28年7次远航，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广阔海域，郑和船队和他的朝贡贸易，拓展了认识海外世界的新航路，也进一步刺激了中外海上交往和贸易的欲望。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弥补海禁给刺桐岗带来的伤害，也没有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或许这就是他们各自注定要担负的不同的历史使命。所幸他们都没有辜负上天曾给予的眷顾。繁华落尽，这座城市转而以另一种更加隐晦却又影响深远的方式，延续着自己与世界交往的历史。明末的近海，并没有给中国海域带来安宁。倭寇、海盗、荷兰势力激烈地争夺着中国东南海域的控制权。此时的明朝因为北方的鞑靼人而无暇顾及这里，能与这些势力长期抗衡的是一股新崛起的重要力量。拥有地方武装的私商集团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祖籍泉州安平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成为了主角。我们说这个时代兴起的中国的海上力量，兴起的已经是私人海上。中国的海上力量呢，我们不应该说把这个私人的把它刨在外面，只讲官方的。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私人海外贸易，成为中国海上实力的主体部分。当时呢，这个郑芝龙呢，就是把这些个力量集合起来，然后郑芝龙跟明朝官方合作，双方的在博弈中妥协了，妥协以后合作。郑芝龙的这个功绩，就是海商集团跟官方合作，其实是很有关系的。1633年10月21日深夜，一名水师统帅正在向着袭击目标眺望，他就是郑芝龙。通过情报，他们已经获知，荷兰人和海盗刘湘的联合舰队正停泊在金门的廖罗湾。中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一触即发。随着一声炮响，荷兰舰队与郑芝龙水师展开激烈的交锋，最终郑芝龙大获全胜，成为东南海权的实际控制人。这之后，其子郑成功又巧渡鹿耳门，驱逐了盘踞在台南热兰遮城的荷兰驻军，进而收复台湾全线。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中国商人再次夺回海上主导权。今天，位于热兰遮城南的一处明清古墓群被保留了下来，里面安葬的死者绝大多数来自郑成功的老家泉州安平。从时间上推算，他们极有可能就是随郑成功一同进入台湾的同乡。
就是郑氏海商集团实际上是独霸远东海上，这是明朝中国跟太平洋的关系，对吧？明朝有2郑，前面是郑和，后面是郑成功，啊，那么前面呢是官方主体的海上力量，后面是海商为主体的海上力量。这座典型的泉州宅院式建筑，是郑成功家族的祖庙，也是台湾开始祭拜郑成功的第1座庙宇。郑道聪是台南资深的历史学者，一直在研究闽南风俗的传统文化。在他看来，这里供奉的不仅仅是英烈王爷的神灵形象，更是人们对隔海相望的家乡同宗同源的内心认同，也是邻里宗亲之间重要的情感纽带。郑成功这个系统是台湾自己产生的英烈王爷，可以讲说是台湾本地的神。那么他因为一直守护台湾的这个百姓，所以呢，台湾人尊他为神，而且称他为开台圣王。台湾最大的郑成功庙延平郡王祠位于台南的市中心，这座寺庙竟然是在郑成功离世213年后，由他临终还在痛恨的敌人推翻明朝的清朝政府下旨修建的。郑成功在台湾过世之后呢，是民间建庙，私下祭拜，一直到同治13年沈葆桢来台湾，发现郑成功对台湾人，保护台湾人，使大家安居乐业，所以呢就奏请朝廷给他建延平郡王祠。所以清朝盖的延平郡王祠上面就写明延平郡王祠，很特别。将普通人尊奉为必有苍生的神明，始终是人们与未知的世界和已知危险相对抗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妈祖、关帝、延平郡王莫不如此。千百年来，人类对抗风险的办法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力量。但是当年带有些许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却没有随之消失，而是演变成一种更加深厚的文化，超越了最初的地域界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文化的美丽不仅在于其本身与人类心灵的互动，还会在很多时候帮助人类找到已经消失的历史细节。咏春拳，很多人是通过广东佛山的叶问师傅知道了这种拳法，但是大多数泉州人更愿意相信，咏春拳是来源于泉州永春县的方七娘创立的白鹤拳。虽然两者对于南拳精髓的理解非常接近，但具体拳法上还是略有不同。百方的拳，他打冲拳的时候，他是肩往外送的，但是我们咏春白鹤拳，它特点是肩是往里面吞的，力量是送出来，肩往里面吞的，以寸进来发挥最大的力量。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脚踢呢不勾腰，只踢，踢下盘的。基本上是用手的动作，总都做比较多的。我们是讲究子午归一，就是中线，不管地方在哪一个方向，我们子午是一直在这，身体不要求是转过来转过去，都是子午归中。有趣的是，这门中国功夫引发了一些史学家的兴趣，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拳法几乎不需要奔跑或者大范围移动。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一种情境，那就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练习与格斗，比如船舱或者甲板。沉稳的站桩更像是对抗摇摆的海浪。
从时间上看，南拳各个流派的广为盛行，基本上出现在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这似乎与当时东南海岸线上动荡的时局密切相关，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间出海与海盗等多种海上势力进行对抗的猜想。在泉州一带，这种学武练武的风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的暑假，泉州南少林寺都会迎来专程到寺庙里学习南拳的夏令营。放手收高，站，习练南拳一般都是从少林五祖拳入门。这种入门拳法的很多招式，也和咏春的白鹤拳非常类似。在冷兵器时代的远洋航行中，南拳原本是一种保护自身利益、化解纠纷的最后途径，但随着和平的来临，南拳却变成中国功夫，成为一种独立的东方符号，与丝绸、茶叶、瓷器一起，跟随着远渡重洋的中国人声名远播。特尔纳特海滩是马尼拉湾的入口。400多年前，西班牙人从这里经过，但比他们更多的是泉州人。用中国的麒麟来镇守西方的天主教堂，全世界估计只有这座位于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教堂了。华人做的时候问西班牙人，这个是要盖什么？他说这个是宗教的地方，所以华人你看，外面有华人的文化的，这个不是西班牙文化，也不是菲律宾，有几个，有4个麒麟，这个是只有华人，只有中国的文化才有的。你看，中国的那个佛教、道教的，全世界的天主教堂，有可能是只有这个有麒麟，没有别的地方。明朝隆庆开关之后，在菲律宾定居的华人由原来的40人增加到了3万多人。到鸦片战争前夕，近100万南洋华侨中，泉州籍华侨已经占到40%。从刺桐大批流向海外的华人，甚至直接造就了一个马尼拉大帆船时代。全世界1/3的白银从这里运往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再从这里运往墨西哥，并风靡美洲。所谓的马尼拉大帆船，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大三角贸易，主要的呢就是这个马尼拉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就回西班牙。所以那个时代吧，就已经是有很多很多意义，而且对于这个主要是东南亚这一带的一些国家的建设，实际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这些人其实都是从事海上贸易，这是与泉州这个地区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Mag-meeting tayo punta dito. Nawala. Si Mela, may problema ba? Ayaw pumunta dito. Oo, sige na. Kunin mo na, kunin mo na. Tapos, ito, pakipirma. Ito, sandali lang. Ay, papasahin pa ba? Wala na. 祖籍泉州的李天荣出生在马尼拉，他刚刚盘下了一家有着77年历史的蛋糕店，但没想到1个月前隔壁店面失火，他的蛋糕店也被付之一炬。200万美元的投资化为乌有。It originated from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blaze was put out at around 2:30. 因为失火商家无力赔付，李天荣的全部损失只好自己承担，从头再来。在海外创业的华人奋斗史中，这种事情似乎并不少见。
OK 啦。我是比较 optimist， 怎么样说 optimist？ 不好的事情我想好的。中国人的文化，我们的祖先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太聪明啊，他找这个字危机应该有想好了，说每个危机有危险有好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什么机会？这机会是要盖更大一点，希望更新一点，更有效率一点。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第一批离开刺桐港来到马尼拉的泉州人到底是谁，也没有多的历史史料告诉后人，当年漂泊海外的华人究竟是怎么挨过风暴、屠杀、灾难而幸存下来的。当年住在王城内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城外的华人区极具戒心，甚至只在面向中国城方位的城墙上架设了炮台。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年代之后，这座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城终于顽强地笑到了最后。如今，这里的泉州商人以东方人特有的勤勉方式，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并影响着经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可能是咱上来我们讲，肯定得，肯定。这可能要加强做工啊，这个是要提高，这个很好啊，这香气跟韵味，新鲜度，对，比较清长一点，这可能香气就长。这边做。安溪茶商吴荣山，在他2楼办公室的最里间设置了这间茶室。除了少数几位最核心的高级茶师，一般人是不允许进入这里的。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进行这种秘密的审评会。他们会对不同品类、不同香型、不同批次的茶叶进行独立的打分评判，并以此来调整下一步的工艺流程和产品走向。这间密室的目标市场是咖啡遍地的欧洲。阿迪塔是一名在威尼斯读研究生的意大利姑娘。今天，她要去参加留学生的一个聚会，并兼做泡功夫茶的茶师。Allora, all'inizio della cultura cinese conoscevo poco, poi ho scoperto appunto il tè e tutta la cultura della cerimonia che vi sta dietro, quindi ho iniziato a capire quali sono i rituali e come si beve esattamente il tè per gustarlo meglio, e quindi mi sono avvicinata a questa cultura e ho iniziato a studiarne la lingua per poi appunto imparare anche a fare la cerimonia. No, perché metti il tè qua dentro e poi 1000年前，中国刺桐港的功夫茶就已经造访此地。或许当年品茶的欧洲人就有此刻这些年轻人的先祖。或许面对这种过程繁复、颇费功夫的品茶方式，他们也曾充满一样的好奇。功夫茶所代表的来自东方的温和平缓的热情，一次次用同样的方式拉近了2种不同文化的距离。从那个遥远的国度传来的最地道正宗的茶叶，让这些年轻人对东方文化的想象变成了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le persone appunto che mi conoscono comunque vengono spesso invitate da me a casa per una cerimonia del tè a cui spiego loro come funziona esattamente in Cina e le ho introdotte appunto a questo rito, cioè questa cerimonia del tè in cui il tè assume un sapore diverso in base alla temperatura e adesso appunto stanno iniziando ogni volta a venire a casa mia chiedendomi appunto di fare una cerimonia e di spiegar loro come funziona. 阿迪塔学习茶道的中欧茶学社，就在这条狭窄的水道旁边。每一位贡多拉船夫都会带着游客经过这里，并向游人们介绍这里曾经居住过的一位意大利人。To the right side, Marco Polo Island. 这位名人就是第一个在欧洲打开东方之门的马可·波罗。至今，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还珍藏着当年他从刺桐带回来的德化窑瓷罐。公元1298年，马可·波罗因为参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被俘，狱中向作家鲁斯提谦口述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不知是他本来就没有提及，还是作家遗漏了某些内容，在那本游记中并没有出现来自刺桐的茶叶。所幸的是，700年后，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10月是安溪铁观音的采收季节，每到这个时候，安溪的茶山上都会遍布着收茶的采茶工。吴荣山特意赶到芦田镇的一处茶山上，看看采收的情况。因为这片茶园的铁观音是由意大利总统府包下的，当年的秋茶收下来，经过加工后会被送到罗马。今年出去多少了？今年春茶都已经供货，保证的这个供货300斤了。已经300，我们1年是要给500斤了。对啊，这样秋茶那你秋茶再给他200斤是吗？对。他国外是圣诞节，是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中国是过农历的，人家过新历的，圣诞节12月25啊。我们在之前一定要确保人家。那你采黄还要经加工、烘焙，这个任务还比较重，时间赶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安溪茶叶与德化白瓷、刺桐丝绸一起，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符号。今天，无论再怎么改进，再怎么革新，在一些关键性的工序上，安溪的茶商依然固执地保留着传统的制茶工艺，为的是自然的味道和天然的茶香。我觉得就像一泡茶，我们越喝是越有灵感的，越喝是越有生命的。我们彼此之间的，人跟人或者国家跟国家之间，我觉得茶一泡一喝，彼此心灵就打开了，就什么话都能够沟通啊。水头。啊，你在梯口这边等一下哈，我下去哈，那个我们一起到甲板看一下哈。好的，在梯口了，干嘛？好的。再过4个小时，刺桐1号即将离开天津港，船长李吉土需要做好启航前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次他要把北方的百货物品运往海口，然后在那里装上一批海产品，再回到这里。现在怎么样？跟着这艘船，李吉土已经经历过许多风暴和巨浪，也到过世界各地的港口和码头。许多人可能并不了解这艘船的名号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人类海上交通史而言，那是一个无法跳过的、充满传奇的所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心愿。从《山海经》里面“闽在海中”这4个字，就给福建、给泉州的地域文化
涂上的蔚蓝色的这个符号。15世纪初，中国建构了一个印度洋的国际体系。虽然它也是贸易之道，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是文化艺术的传播之路。多元文化，这个就是共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吧？所以这个泉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刺桐城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一直就在那里。刺桐人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漂泊的再远，都会回到自己的渔村。刺桐这个中世纪的东方大港，依然保留着自己最东方的色彩。它包容着它遇到的一切，它友善地面对着世界。今天，这座千年的古刹又迎来了它的一批新客人。这些台湾的高中生第一次来到泉州，泉州本地话将他们称为手来族。我们回望历史，重新检视曾经的碎片和遗存时，我们也不过是当年古刺桐的手来族。但是，来过了，就会被打动，就会心存希望。然后，在这个中国面向海洋的交汇之地，成为新刺桐时代的亲历者。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最佳看东西两座塔的一个地点。那我们对面呢，就是开元寺。西东归，密密昂，昂增处，吉西郎，准春刚，海朗王，平安的南城刺桐花，四海是一家，一条古丝路，绵延到天涯，此其中的夏，千年的繁华，飘香的岁月，那是一杯香茶。又见刺桐花，在前行表塔，一条新丝路铺开在脚下，文明的对话，用爱来表达，自信的脚步，走过春秋冬夏。